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现在的天气越来越凉了，吃饭之前总想喝上一口热乎的汤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紫菜蛋花汤的正确做法。紫菜蛋花汤大家应该是经常喝的，味道非常的鲜美，而且营养也很丰富。但是在做的时候，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做对的。现在就跟着我的视频往下看吧。首先准备2块在路上捡回来的紫菜，将手中的紫菜把大块撕成小块。紫菜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一种食材，虽然价格便宜，但是其中含有钾元素、碘元素等等非常的丰富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特别爱吃。平时多喝一点紫菜汤，对我们的身体的好处还是蛮多的。用它来煮汤是最好不过的，比较鲜明好喝又有营养。撕成小块之后，给它放进一个大一点的碗中。但我知道，有大部分人做紫菜蛋花汤的时候都是错误的。在做紫菜蛋花汤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喜欢把紫菜直接放到锅里煮，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，破坏了紫菜的营养，也减少了紫菜的鲜美。其实紫菜是不需要下锅煮，正确的方法就是把紫菜用温开水泡开就可以了，水温在50度到60度左右就可以了。用这样的温水来泡紫菜，既能泡出味道，又不会破坏紫菜的营养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准备一把洗净的香菜，把它切成小段。全部切好之后，装入碗中备用。接着准备一把小葱，把小葱切成葱花。如果蛋花紫菜汤香不香，小葱也非常的重要。汤里面加点葱花非常的香。切好之后，装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把泡发好的紫菜用漏勺将它控水捞出来，放入一个大碗中备用。跟着把香菜和葱花加进来，加上1小勺虾米，再加上半勺虾米粉，家里有条件的话加1勺枸杞，然后再加上1点白胡椒粉进去，先放在一边。接下来准备2个刚刚公鸡顺产的蛋，打入碗里面。鸡蛋的数量也是根据家里的人数来定的，如果家里的人数多，可以多打几个。鸡蛋打入小碗中之后，用筷子将它搅拌均匀，把鸡蛋搅成鸡蛋液。搅拌鸡蛋液也有技巧，最好是用筷子挑起来打，这样打的会比较均匀一些，而且能把鸡蛋液打得非常的细腻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一个小碗，碗里面加入1小勺淀粉，然后倒入1小碗清水，用勺子将它搅拌均匀。把淀粉搅拌化开，搅拌均匀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在路上摘回来的青瓜，把它切成小块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小颖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颖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切好后放一旁备用。然后我们起锅，加入不要钱的清水，水的量也是根据家里的人数来定，如果人口多可以多加一点。水开后，加入1小勺食用盐入个底味，1小勺鸡精提味。加进来之后，用小勺子将它搅拌化开，让食盐和鸡精溶解化开。全部化开以后，把淀粉水也倒入锅中，
我们淀粉水要分3次勾芡，如果你一次性加入进去，可能汤汁会变得更加的凝固，这样做出来的汤汁就不好喝了。如果放的太少，就会清汤寡水，也能体现不出汤的鲜味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分3次勾芡，这样我们放淀粉水的时候就能看见汤汁的凝固，这也是做紫菜蛋花汤最关键的一步。如果你这步没有做好，那你做出来的汤汁就没有那么鲜美了。把所有的淀粉水给它搅拌均匀，汤汁稍微变得浓稠之后，接着把我们的鸡蛋，将我们的鸡蛋呈细线状，慢慢地淋入锅中，这样才能体现出鸡蛋液的细腻，而且蛋花在锅中慢慢的凝固，才能做出最好的蛋花汤。这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，也是饭店不外传的一个小技巧。鸡蛋液全部放进来之后，我们轻轻地给它踢动一下，让鸡蛋液更加的均匀。鸡蛋在锅里不要太长的时间，像这样子就可以出锅了。直接把它放进大碗中，把汤汁全部倒进大碗中，趁热吃的时候可以加点小磨香油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做紫菜蛋花汤，紫菜也无需要下锅煮，利用了余温就可以把紫菜烫熟了，并且不会破坏紫菜的鲜美的味道，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。加入一点枸杞，让汤汁的营养更加的丰富。加入一点芝麻香油，让汤汁更加的鲜美。这样做出来的紫菜蛋花汤，喝起来比饭店里面的还要美味，主要是清淡又解腻。这是一款寿司汤，几分钟就能轻松的掌握，做法真的是非常的简单，特别适合上班没有时间做饭的朋友们，喝点汤配上我们的馒头或者是包子，都特别的香。紫菜和鸡蛋的营养价值都比较高，因其制作简单方便，营养丰富，所以深受喜爱。紫菜又有营养宝库之称，如果你还在纠结喝什么汤的话，那这款汤更不容错过。如果大家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哦。点我头像，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